嗨，大家，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我是 Olivia 今天这一集要统整过去1年来，还有最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统整起来一并整理回应大家的提问。今天这一集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关于缝纫新手在初学过程当中会想要知道的一些东西，第二部分是基础的概念，还蛮多人问说要怎么改大，怎么改小，怎么改宽，怎么改窄，加长改短之类的类似的问题。第二部分还包括了一些基础的词汇，包括平针、之字形缝针跟回针。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给新手的第一堂缝纫课的话，我把链接放在下面资讯栏，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点来看。第3部分是个别的问题，如果不是新手相关的问题，也不是基础概念的问题，就会全部被归纳在第3部分。那我们就从第1部分开始咯。第1部分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没有裁缝机，我要怎么去挑选？跟我已经有了裁缝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这2大部分。家用的裁缝机通常分为3种，第一种就是像这样子的机械式裁缝机，非常基本款。那第二个是比较高阶的一点的电子面板的裁缝机，电子裁缝机。第3种就是电子裁缝机加刺绣功能，可能会比较大台一点。那这3种裁缝机简单来说就是低价位、中价位跟高价位。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低价位就够用了，因为我到现在也是在用低价位的裁缝机，还蛮够用的。第2种就是针对你可能想要念服装设计，然后你想要做一些作品集的内容出来，你可能就会比较需要第2阶的那一种电子裁缝机，它的力道比较大，缝针设计比较多，你可能可以做比较多的改变，然后可以尝试更多种的布料。那第3种是加刺绣功能的，所以它是电脑刺绣，你可能放一个东西进去，它自己帮你刺出一个东西来，那就是电子刺绣裁缝机。那基本上就分成这3种。目前我认识的4大家厂牌是车诺美、Brothers、Singers 跟 Juki 应该是这样念的 Juki， 希望有念对。那如果不是这4大家，当然也不是说不能用，但是就是这4大家是我认识的我推荐给大家这4大厂牌。如果有一些当地的，可能当地的牌子，新加坡有他自己的牌子，马来西亚有自己的牌子，跟台湾也有自己的牌子，大家就可以去先看看厂商愿不愿意让你试用。如果他给你试的话，你就去试试看，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那初学者选机器的话，就简介到这里。你现在有机器了，有零件了，有布料了，你要开始，那要怎么开始？我会先建议大家先去看一些比较建议的初学友善的影片，然后看一些手法，看一些观念，看一些你可能有兴趣想要尝试的内容来做。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就没有做的必要嘛，对不对？那你去尝试之后，看看别人做的，看看自己做的，看差在哪里，可以改善的地方在哪里，不断去尝试。就这样而已，真的。所以会先建议大家先看，然后先模拟在脑中建构了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再去做的时候，不断的反复回去看那个影片，看自己有没有做对，慢慢做调整，总有一天你会做对，或者是你第一次做就做对了，那你就可以继续进行下一个作品。对，那就跟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新手的第1堂课一样，就是建议大家去找比较没有那么有弹性的布料的棉质布料。如果是刚尝试的话，建议大家去找一个叫 muslin 的一个布料来做练习，或者是你可以拿你不想要的衬衫这种没有弹性的布料来做练习。好。第1阶段就到这里。第2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基础概念上的问题。有蛮多人问说，我想要把我的腰围改大或改小，那这个基础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有一张白纸，我们先从2D 的开始看，可能会比较好懂。可能这是一幅画，然后你希望可以放到一个你已经有的框里面了，但你发现这个框比较大，那这边就会留一些就是框本身的木头的背板的东西，可能就会拿更大的一张纸，然后把这个画贴上去，或者你把画这边加一些东西，把它加长，
那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你要怎么把这张纸加长，是不是就要测量这个长这个宽，然后知道这个之后再去看你要加多长，然后来做这个测量。那相同的概念，如果你今天想要把腰围改大的话，你要改多大？是不是要先测量你自己的腰围？然后譬如说我的腰围是30，那我这件裤子是27，那是不是差3寸？再加上缝份1寸的话，我可能会需要剪出4寸长的一个腰带来补上去。大概的观念就是这样子。那改小呢就更容易了。我本来是30寸的腰，我想要改成27寸的腰，要怎么改呢？那就是先留缝份，所以本来27，再留1寸的缝份变28。那30减28，我就只要减掉2寸的布料就可以了。基本的原则跟概念就是这样。那至于怎么改宽、怎么改窄呢？譬如说譬如说你有一件衬衫太大了，那袖子那边是刚刚好的，但是身体这里它太宽了，那你要怎么把它改窄呢？就是一样的道理。假如你这张白纸你觉得太宽了，是不是就是把多余的2边折掉，然后留下你想要的宽度？但如果你没有置中的问题的话，你没有中间的扣子的问题的话，你是不是也可以直接从其中一边这样子折掉，然后只留你要的宽度？大概的基础概念就是这样。那怎么加呢？如果你的有排扣置中的必要的话，是不是就是在2边加一样的宽度？可能你想要加总共再加个5寸，那就是在这里加2.5寸，这里加2.5寸，记得留缝份。所以就会变成3寸左右各3寸的布料，那这样缝上去之后，就会是你想要的宽度了。再来就是加长跟改短这个概念，比如说这是你的裙子，你想要把它加长，那你是不是要拿一块新的布料，然后把下面的这个部分不要去动到腰带，下面的部分这边加长，不管要加多长，就记得要扣除这个缝份，把它加上去。这样子就不会有问题了。那怎么改短呢？就是不动到腰带的话，测量你想要的长度，然后多留0.5寸，或者是你可以说1.5公分的缝份，然后把布料剪掉，然后再处理下面这个边，就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刚刚讲的缝份到底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留一部分，等一下要缝，所以是缝份。缝份你可能会看到，有时候我说1公分，有时候是1.5公分，有人说是1寸，有人说是半寸，有些人甚至只留0.5公分，因为他可能要做法式缝。各式各样的缝法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先考虑到缝份再做剪裁，或者是你可以先缝再来做剪裁。那先缝好，在旁边剪掉，留了这个距离就是缝份。缝份到最后会藏在衣服的内侧，所以只要把衣服由内往外翻，你看到里面那些线、那些反折的布料，就全部都是缝份。那讲到线，你在翻过来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种缝线设计，最常用的就是平针、之字形缝针跟回针这三个最常听到的。这个直线的缝法跟调整，之前在初学友善的第1堂课有跟大家分享过，所以就不再多说。然后这3种缝法其实就可以打遍天下了，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了。你可能在刚面对这台机器的时候要做一些练习，让自己的平针是直线的。那在之字形的时候，不要去过度拉扯东西，或者是你一定要拉扯一个松紧带，把松紧带缝上去，那就是用之字形缝法。也会遇到一个东西叫之字形收边。每一台机器的之字形收边可能都长得不太一样，在面对不同的布料也会有不一样的之字形的缝法，但我就统称全部都叫之字形。你可以去看看自己的裁缝机的说明书，可能就会看到很多 zigzag 或者是之字形类似的相关的字样。好，再来是 reverse 就是回针。回针的用意就是不希望在做拉扯或者是在做一些调整的时候，
不小心把线拨松了，或者是直接被拉扯掉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在头尾的部分做回针，这样不管你怎么做拉扯，或者是去掀开你刚刚的缝粉，它都不会掉，因为原则上它就是来来回回的去固定了这个针，所以你在拉这个方向的时候，它或许会打开，可是它下一针是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所以除非你又往那边拉，你在拆线的时候，你就可以往那边拉，那就可以把这事情拆掉，不是织形，就可以把回针拆掉。所以它用意就是要固定缝针，固定缝线。好，应该就这样。整理起来，大家的问题其实都还蛮有趣的。第3部分个别的问题。有人问说，如果在车针织就会变形，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缝纫机。那天录影的时候忘记说，你应该可以先检查自己的缝针是不是适合缝弹性布料的缝针，也有可能是压脚下面的送布尺的问题，所以有可能你可以做一些手势来帮助它。针织布料算是非常软，可能还会有一点弹性的布料，所以你的车出来的线变形可能就是因为布料太软跟它有弹性。如果真的是布料的问题的话，你可以一只手在前面抓着，一只手在后面抓着，然后适度的去做一点点拉扯，然后要辅助它往前，但你不能去拉扯过度，因为这样线就会针距就会不一致，所以就是有点固定的状态下去慢慢的帮它往前推，它可能你看到的线就会比较平。好像很多人都想要把裤子改成裙子，有人问说就是要怎么学比较好，见仁见智。有人就是想要去补习班，有人就想要买参考书回家自己看，有人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不想要听别人怎么讲，我想要自己去犯错，自己去学，都可以，就看你想要怎么学。觉得好像有点难，听不太懂，没关系，你就先跟着做个1-2次之后，你可能就会从中领悟到什么，你就懂了。为什么我的缝纫机缝这样的厚度会跳针呢？应该是缝针的问题。对，如果你在缝的布料比较柔软、比较有弹性的话，你可能要换成弹性布料的缝针。那如果你在缝比较厚的布料，你就要拿比较粗的缝针，就是数字比较大的缝针。那如果你在缝比较精致、比较细致的布料的话，你就要拿比较细致的缝针，数字比较小的缝针，这样子来对应的话，应该就可以避免跳针的状况。跳针的原理就是下面的小线轴的线没有跟上面的线拉扯在一起做交缠，所以是缝针的问题。完全没经验的人也可以吗？当然可以。我还是买一条吧，哈哈。对啊，请问熔喷布织布是什么？英文叫什么？在哪里买？熔喷布织布有很多种。熔喷布织布我现在手上有2种，一种是可以用熨斗把它烫到布料上的，一种是不能烫的。我想你应该想要问的是这个可以用熨斗烫到布料背面的。这个呢，英文叫做 fusible interfacing。fusible 就是可溶性的，可烫到可以粘着在东西上面，然后 interfacing 就是inter 在里面 facing 粘在上面的一层固定器。大部分的衬衫在领子部分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它可以让衬衫这边看起来没有那么皱，所以一般这边看起来比较软，但是领子还是可以很挺很站得起来，就是因为它里面有熔喷布织布。是内衬吗？应该中文叫内衬吧。好，我查了一下，我那天录影的时候脑筋一片空白，它应该叫做布衬。哪里买呢？布庄网络上，我那个是在 Amazon 买的，或者是裁缝教室应该也会有。什么是欧？因为我姓欧，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办公室里的人都会欧这样叫我，所以就后来就变欧。我是马来西亚人吗？是不是会用淘宝网购？不是，我不是马来西亚人，我是台湾人。是不是会用淘宝网购？不会，这辈子还没用过淘宝网购。有一个服装销售员想要帮客人改衣服，可是都不知道要放多大还是要放多小。
想要去上课，哪里有这样子的课程？你可以先看我的频道，因为是不用钱的，所以你就看看有没有你要的东西。如果刚好有的话，那就太好了。但如果你还是想要去花钱上课的话，巷弄间有很多老师傅，我知道，就这样。你可以在 Google Map 上面或者 Instagram 上面打缝纫教室或缝纫类似这样子的关键字去找，应该还蛮多的。那巷弄间那些老师傅，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收学徒，但我知道是他们应该很少把自己的资讯放在网络上，所以对，用关键字去找，应该就有了。求缝纫机的品牌，我现在用的是 Brothers， 就是这一台。快速的初学者很难看懂，是我讲太快了吧？其实我都很怕我过度解释让你们觉得很烦，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可以再解释长一点、久一点。如果你们很烦的话，应该就会直接快速跳过，对不对 ？OK， 好，可能要再多做解释，多拍几个镜头。OK， 真的，如果大家觉得看不太懂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可能你看的某一集有一个部分我没有讲清楚，你就直接在那边问，我可能会比较知道我要怎么回答你。好，今天这集差不多就这样子，希望有给你们些许的帮助。如果今天没有回答到你心里想要知道的那些东西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